你一定不会想到，原来用陈醋把红枣泡一泡，作用居然这么厉害。村里96岁老人用了一辈子的土方法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问题、大烦恼。制作方法简单，省钱又实用。可惜这个方法知道的人并不多，赶紧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红枣你一定不陌生吧？它是一种营养价值特别丰富的食材。当然，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品，还是一种中药材，既有多种药用价值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有机酸、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。当然，吃法也多种多样，很多人喜欢用它来泡水、泡酒或者炖菜、煲汤等等。然而，我们可以看见红枣表面凹凸不平，其实藏有非常多的灰尘，因此使用之前我们要将它清洗干净。所以使用之前，我们先准备8、9颗大红枣，把它放入盆中清洗。当然，直接水洗是洗不干净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加入1勺平时用来勾芡的淀粉，然后用淀粉给红枣均匀的抓拌。这样一来，每一颗红枣上面都会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。大家都知道，淀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作用，用它来清洗这种表面凹凸不平的食材，比如红枣、枸杞或者葡萄干等等都是可以的。它可以将表面凹陷处隐藏的灰尘给吸附出来。抓拌好以后，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见，每一颗红枣上面都均匀的裹上了一层淀粉。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清水，记住这里一定要使用凉水哦。加入水以后，用你发财的手将红枣淘洗一下，把表面残留的淀粉洗掉就可以了。通过这种方法来清洗，沾染在红枣表面的灰尘就会被洗干净了。清洗完表面的淀粉以后，将红枣捞出，最后再放入盆中，加入水，再将它淘洗2到3次就可以了。通过这种方法清洗干净的红枣，我们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营养，也会更加的放心。然后将红枣捞出，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和清洗之前差别是不是很大呢？然后把洗好的红枣一颗一颗的摆在纸巾上面，因为红枣表面残留有许多的生水，因此我们需要用纸巾把红枣表面的水分给稀释干净。纸巾具有非常强的吸水作用，所以这样轻轻拍打就可以把红枣表面的水分擦拭得干干净净。当然，只需要将它擦拭到不滴水就可以了。处理完表面的水分以后，这里我们需要把红枣给它剪成小块，因为红枣个头比较大，如果直接用一整个，难以将它当中的营养成分全部释放出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牙签或者锋利的尖东西，在红枣表面戳出10个、8个小孔也是可以的。全部剪好以后，再往里面加入一些冰糖，当然不喜欢甜的朋友也可以不加。最后再准备它的好搭档陈醋。陈醋我相信大家家里面都有吧，如果没有，你也可以在邻居家借上1瓶，实在借不到，用香醋来代替也是可以的。
当然陈醋的效果会更好哦。虽然它只是一种调味品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陈醋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有机酸、糖类等多种维生素及营养成分。然后把陈醋倒入红枣碗中，将红枣进行浸泡。因为用陈醋来泡红枣，有助于红枣当中的营养价值提升，而且口感也会相对较好。然后用筷子将漂浮在表面的红枣给它按入陈醋当中，尽量让每一颗红枣都被陈醋给浸泡住。最后用保鲜膜把陈醋泡红枣给它密不透风的给包起来。因为在密封状态下，陈醋和红枣的营养成分会释放的更加的充分。当然时间不能太短，也不能过长，我们只需要将它浸泡时间控制在2到3天。如果时间太长，红枣就有可能变质哦。当然在夏天我们尽量给它放在冰箱里面来浸泡，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将醋泡红枣端出，然后揭开保鲜膜。现在再次用勺子把红枣盛出来看一看，可以明显的看见，经过长时间的浸泡，红枣已经变色了，这就说明它当中已经吸收到了足够的陈醋。那么这样做出来的陈醋泡红枣，我们要怎样来食用呢？其实食用方法非常的简单，我们也可以每天吃上几颗这样的红枣，吃上一段时间过后，你就会有惊奇的发现哦。当然不喜欢用这种食用方法，我们可以盛出一勺，然后放入杯中，也可以再加入几颗枸杞，让它的营养翻倍。最后用开水来进行冲泡，这样冲泡出来，陈醋的酸味就会被稀释掉一部分。最后盖上盖子，让枸杞在开水当中浸泡几分钟，5分钟过期了，我们再揭开。这样一杯简单又营养的陈醋红枣茶就已经制作好了。视频看到最后，有多少朋友知道了陈醋泡红枣的作用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出来。希望平常喜欢用红枣来泡水喝的朋友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哦。它里面可包含了老人们留下来的智慧与结晶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鹏鹏，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